好。你在干嘛？对不对？这个会放上去吗？这个是大家如果有看过巴夏影片，一定会觉得好笑。这个就是有一个高龄巴夏，他进入传讯者的身体的讯息来的时候会展现的，他就会这样。我们就不需要这样子，因为我们就是自己表达的，没有什么高龄传讯啊什么这些。是我们自己。在这个宇宙里面，我们一直都误会了一件事情。那这个事情在这一集，我想稍微跟大家聊一下。你说误会了一些事情，误会了一个很大的事情。我们从小就误会了，然后一般人都从小误会到老，然后就结束了生命。我这样一讲哦，就把那个谜底这样就撕开来，就看到了。我们从小到大一直以为我们是整个宇宙非常非常的大，大到无法估计那么大。误会我们是整个宇宙不是我说我们误会了宇宙非常非常大，然后我们在宇宙里面就是庞大的宇宙里面，然后有银河系啊，有星团啊，星团里面又有星系，然后很多星系里面，其中一个星系叫银河系，银河系里面然后又有一些小的星系变成太阳系，太阳系里面9大行星啊，然后我们是其中一颗叫做地球，那中间有颗太阳。然后我们生活在地球上，我们就好像地球上面的细菌啊、蚂蚁那么小，然后我们就是在生活在其中的一个非常非常渺小的个体。我们一直以为就是这样，从小教科书所有的科学都是教我们这样子，我们也一直以为是这样。这个东西完全搞错了，完全搞错什么呢？搞错了哦。我们这一集一下子要把这个撕得那么彻底吗？你觉得？就是啊，就是啊，好，那就来撕吧。真的是完全搞错了。我们其实不是在宇宙里面一个渺小的意识，而是整个宇宙都存在我们的意识当中。我们所见的宇宙只是我们庞大意识里面的一小部分。那这个代表什么？我们的意识非常大，非常大，无限大。而整个宇宙我们所知的一切，其实都只存在于我们本身的意识当中而已。所以这个误解就正好完全是相反的。我们一直以为我们是宇宙里面的一个渺小的意识，但是偏偏我们所见的一切，包括整个宇宙，都是我们意识里面的一小部分。那这个误解是不是很大？如果这是真的，这是超大的误解。从这个误解延伸我们生命所有的现象，所有的学习的路程，我们生存的方式、模式，整个都会是不同的。那要怎么证明你说的是对的呢？怎么证明我说的是对的？其实很简单，我们可以试着去想象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世界，我们看到我们现在在录的这个房间，这是一个房间。我看到这个房间，我用眼睛、耳朵、鼻子，然后甚至味觉，这房间有一个味道什么之类的。我根据这些感官，然后我们去认为这是一个房间。其实我们只是接收到一个讯号而已。所有东西，眼睛有眼睛的视觉讯号，耳朵有耳朵的听觉讯号。所以我们根据接收到的这些讯号，然后并且加入我们的主观的判断、主观的认知，然后去认为它是一个什么。我们从接收到的所有的讯息，我们给它一个判断，给它一个认知，然后去认为我们见到的是什么。这有点像解码器一样，就是我们接收到一些码，然后经过解码器之后，把它解为可见的一个现象。这有点像电视一样，电视在接收讯号，接收到讯号之后，它只是一些电波。这时候电波没有任何的意义。经过电视的解码器之后，把它解码之后，然后就呈现出影像，就变成可用的讯息。我们其实生命也是这样，我们活着的时候不是活着，我们醒的时候是这样，我们看世界都是讯息。那当我们睡觉的时候，那一切我们还是一样，在梦里面见到很多现象，我们就去解读它，解读完之后就得到一个结论，然后我们在梦中也认为是真的。为什么我们认为真的？因为其实我们只解码了讯息，
得出了一个结论，嗯，一切都是讯息。那讯息到底是什么？其实就是意识的本身，意识就是讯息，讯息就是意识。那这样一切是不是存在于意识之内，而不是在外界？我们所存在的世界，我们看到的东西到底存不存在？其实我们是问号的，不知道。所以这样讲，大家会被松动吗？观众会被松动吗？大家应该会去思考，有另外一种可能性。以前有一个哲学家，我一时忘记他叫什么名字，他提出一个桶中之脑的一个理论。他这个理论很有趣，就是说，我们人活着的状态，活着的时候，我们其实不知道我们是不是真的活在这样的一个所见的现实里面。有可能我们是一个脑袋，然后装在一个有营养液的桶子里面，然后被这个营养就供给它营养，然后让这个脑袋可以存活。那这个脑袋存活在桶子里面呢，那我们就用电脑啊去接线，然后把视觉、听觉、嗅觉、触觉这些讯号就输入这个脑袋，然后让它看到一个现实。如果各位有看过《骇客任务》这部电影的话，就明白我到底在说什么。骇客任务就是根据这个桶中之脑的理论所发展出来的一个电影。大家可以去看哦。那么就是说，其实如果这个脑袋被输入讯号之后，它所见到的讯息来源有包括视觉、听觉、触觉、嗅觉等等的这些讯号，他就会误认为他活在一个真实的现实里面，其实他只是一个桶子里面的脑袋而已。那他并没有活在这样的一个现实里面。那一切到底是什么？这个理论给我们一个反思，让我们想到一个事情，就是我们现在真的是活在我们这样的现实里面了，还是搞不好我们也跟桶中之脑的理论一样，根本就是一颗脑袋被放在桶子里面，然后我们以为我们在这边录影，其实根本没有，搞不好只是一个脑袋，我们有两个脑袋被装在桶子里，然后我们以为这样的是一个真实的现实，其实根本就不存在。那到底是怎样？不知道。但是从这样子，我们可以推测说，我们活着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真实，它有另外一层的这种结构或意义在里面。那这一切反过来讲，如果现实是不一定的，我们这个物质世界是不一定的，不一定存在的，那么真实存在的还剩什么？意识。没错。就是我在放空，对因为我听了几百遍了。我们聊天常常聊到了，对，没错。那所以这就是宇宙真相了。这个就是宇宙真相。不管我们存在在物质世界，我们真实存在就是意识，就有意识在里面。即使有物质世界，还是有意识存在里面。如果我们没有意识的话，我们像完全晕倒了一样，然后没有现实。没有看到、没有接触到讯号的时候，一切对我们来说是毫无意义的。所以，我们存在最基本的要有意识。那世界上真的有真理吗？真理当然是有的。为什么？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。真理就是没办法推翻的道理，叫做真理。那么很简单，如果世界上是没有真理的，那么没有真理这一个项目就会是一条真理。没错，因为世界上如果没有真理，这个事情是真的话，那这个就是真理，它就是真相了。所以真理是一定存在的。那既然真理一定存在，不管怎么样，一定有一个事情是永恒不变的，那就是真理。真理一定要具备永恒不变的，才能叫做真理嘛？是不是这样？这是透过逻辑想出来的吗？这是透过逻辑，也是透过应该是这么说，凡事都可以去推论，然后去做了一种解析的逻辑，只是我们解析世界的一个工具，这样。那不管你用逻辑或者抽象的去感官，一定有一个完全无法推翻的事实，那么那个事实就是叫做真理。那什么是真理呢？你觉得什么是真理呢？什么是真理？真理就是真理啊。所以才叫真理，真理就是真理。真理啊，就意识存在啊。好棒啊！意识存在，没错。如果意识是存在的，
我们从小到大意识有不曾存在过吗？其实没有，我们一直都存在。唯一一直存在的就是意识的本身，不是别的。所有万物都在变动，我们身体也在变化。哇，你看我现在肚子变这么大，以前好瘦。万物都在变动。你不要笑，搞不好。他以前真的很瘦。你不是说你胖是因为什么地球网的？那个没关系，那个部分我们慢慢再来聊。从小到大，我们看过太多变化，不只是我们自己身体在变化，我们的环境也在变化，没有的道路也出现了，然后家里附近的建筑物也改变了。甚至天气都在变了，哇！现在暖化了，什么都变，那个也变，什么都变，永恒不变，就是意识不变。万物都在改变，这好像也是一个真理哈，就是没有事物是不会改变的。那这个好像也是一种真理，对啊，就是使万物都在改变。但是有一个东西永远不会变，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看到我们小时候看到我们门口的道路或者一条河。那我们现在长大，我们去看它，看到河变了，道路变了。你刚不是讲过？对啊，但是我是要重复的讲，是要带出一个东西。我们看到这个道路的那个觉察，那就是意识本身，有变过吗？从来没有啊。小时候我们也觉察着道路是这样，长大后我们觉察到道路是另外一个模样，那个觉察的本身并没有改变啊，从来没有变过没有变过。所以我们一直以为宇宙一切是在意识之外，宇宙的一切其实不在应该是这么说，宇宙一切是包含在意识里面。当我们没有意识到宇宙一切的现象的时候，其实宇宙并不存在。这句很深，不知道大家懂不懂呢？其实也蛮简单的啦。其实也是蛮简单的。对啊，其实也是很简单，听起来好像好深奥，好深奥，但其实还蛮简单的。这个讲到现在，当今量子力学发展到已经具备了理解真相的门口了。怎么说呢？量子力学现在已经提出了一个理论，就是证明说，所有事物在我们观察它之前，它是不存在的，它是以一种波的方式存在。而不是物质，但是当我们观察它，去给予它定义的时候，它就形成了物质，而且形成的物质是会变的，是按照我们的认知定义去显现的。这是量子力学哦，这是科学哦，不是玄学哦，各位，这是科学哦，科学哟。所以现在科学跟真理已经越来越靠近了。他已经走到真理的门口了，才到门口，我们拍影片，有办法进去吗？我们拍影片其实就是想带大家去看看什么？看看这个门口背后到底是什么。我只是先给大家带出物质跟意识的关系，我们存在的宇宙其实只是我们意识里面的一个部分。我想带出的是这个。那如果我说的这个是真的话，那我们从小到大对世界、对宇宙的认知就是误解的。那根据这个误解，存活到现在是这样的状态。那如果我们从现在开始不按照这个误解去生活，那会是怎样？完全天翻地覆的改变。这个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去探讨的主题。这个以后会讲到如何改变我们生命所有的现象轨迹。我们碰到的一切事物，我们自己是有自主权去控制、去改变的。就是根据一切都在意识之内这个理论而来的。而且它不是一个理论，它是一个事实。那我们今天这个真相的主题是不是就告一段落？让大家回去可以感受一下、消化一下。OK，拜拜。